俄潜艇突现菲律宾海，卡尔文森航母打击群针锋相对，3名乌军全歼15名俄军，上演教科书般的步坦协同。鱼鹰差点又出事儿，全系列再次停飞。近日，俄罗斯潜艇的突然现身，令菲律宾海域局势愈加复杂。据海军新闻报道，俄罗斯的基洛级柴电潜艇乌法号上月末在菲律宾西侧海域浮出水面，距离菲律宾专属经济区仅148公里。这一举动引发了菲律宾政府的关注，并加剧了该地区的军事紧张氛围。乌法号潜艇属于俄罗斯海军的基洛级潜艇，这一系列潜艇是以其静音性和作战能力著称，特别适合在较为狭窄的海域执行秘密任务。这次乌法号的现身，不仅是对该地区海上安全的挑战，也显示出俄罗斯海军在亚太地区日益增强的军事活动。菲律宾海军发言人崔尼代在10号强调，菲律宾面临日益严峻的安全威胁，需要更多现代化的海军资产。他表示，我们已经提案要再买2艘海防巡逻艇，或者再买2艘巡防舰。早在多年前，菲律宾就注意到这些需求。那就是为什么我们的重塑地平线3计划要有更多的海防巡逻艇、更多的舰艇，还有其他反潜战能力。菲律宾总统小马克什今年1月份批准了预算达350亿美元的重塑地平线3国防修正计划，以加强改变马尼拉的国家安全方针。作为菲律宾的盟友，美国在俄航母现身后，立刻显现了在该地区的存在。美国海军在次日发表新闻稿称，美国海军卡尔文森号航母打击群正驻扎于菲律宾海，进行常规的军事演习和战备巡航，并展示大量海军官兵实战照片。卡尔文森号航母是美军尼米兹级航母之一，配备有 FA-18EF 超级大黄蜂战机、F-35C 闪电2战斗机等现代化作战飞机，具备强大的海空打击能力。航母打击群还包括了巡洋舰、驱逐舰等多艘战舰，形成强大的海上作战力量。卡尔文森号航母打击群在菲律宾海的部署，无疑是对俄罗斯潜艇活动的一种军事回应。美国海军在该地区的存在，一方面旨在展示对区域稳定的承诺，另一方面也是对俄罗斯在亚太地区日益增加的军事行动的警示。美军通过这种形式表明了其在全球战略上的深远影响力，特别是在俄罗斯试图扩大其在亚洲的军事存在时，美国此举的意图显而易见。一方面，美军希望通过增强军事存在，向亚太地区的盟国和伙伴传递安全保障的信息，尤其是在国际海域和航道上展现其强大的海上控制力。另一方面，随着俄罗斯在该区域潜艇活动的频繁，美国显然希望通过航母打击群的部署，对潜在的海上威胁实施有效监控和应对。这场俄美海上对峙无疑为菲律宾海域的安全局势带来了更大的不确定性。随着美军在该地区的长期驻军和俄罗斯潜艇活动的加剧，未来该地区的军事博弈可能会更加复杂，国际社会对该地区稳定性的关注也会进一步升温。近日，在波克罗夫斯克的激烈防守战中，乌克兰军队中的425突击营以其出色的战斗力和协同作战能力，成功击退了俄罗斯军队的一次大规模进攻。作为乌军中仅有的6个配备美制 M2 布拉德利步兵战车的营之一，425突击营在这次战斗中充分发挥了这些先进战车的作用，展现了机械化部队在现代战争中的巨大威慑力。据悉，425突击营约有400名士兵，携带了31辆 M2 布拉德利步兵战车。这些重达33吨、可搭载10人的战车，在战场上成为了乌军的得力助手。在周一或者更早的一次关键战斗中，425突击营的步兵与 M2 布拉德利步战车紧密配合，成功挫败了俄军数百人的进攻企图。战斗伊始，3名乌克兰步兵乘坐 M2 布拉德利步战车迅速抵达前线，如同战车出租车一般穿梭于战场。他们在某个路段意外发现了3名毫无防备的俄军士兵，并迅速采取行动。通过精准的手榴弹投掷和步枪射击，乌军士兵迅速击毙了2名俄军，第3名俄军则选择了投降。然而，这仅仅是战斗的开始。随后，一支由12名俄军士兵组成的增援小队沿着一条道路赶来，但他们的行踪被乌军的无人机实时监视。
乌军迫击炮阵地随即开火，无人机操作员也加入了轰炸行列，俄军进攻小组几乎在瞬间就被摧毁了。为了确保战场上的绝对优势， M2 布拉德利步战车再次发挥关键作用，他们以高速射击的25毫米自动炮对俄军进行压制性火力打击，将战场变成了敌军的屠宰场。在步兵与机械化部队的协同作战下，425突击营成功击退了人数占优的俄军进攻队伍。这次战斗不仅展示了步兵与机械化部队之间的完美协同，更展示了美制 M2 布拉德利步战车在现代战场上的重要性。通过精准的无人机侦察、快速反应的步战车火力，以及协同配合的迫击炮和空中火力支援，425突击营在人数劣势的情况下，依然取得了辉煌的战果。战斗结束后，乌军工程师迅速炸毁了俄军进攻时使用的桥梁，有效阻断了敌军重新集结的路线。随后，425突击营用 M2 布雷德利步兵战车替换下出击的小队，并撤回了在战斗中表现出色的3名士兵。从2023年初以来，美国已经向乌克兰提供了约300辆 M2 布雷德利步兵战车。这些战车呢，几乎参与了所有重要战役，并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随着美国政府可能削减对乌的军事援助，乌克兰能否继续获得更多的布雷德利战车，仍是一个未知数。这使得现有的300辆战车成为了乌军在未来战斗中的重要支撑。总的来说，425突击营在波克罗夫斯克防守战中的成功，不仅得益于步兵与坦克的高效协同作战，还离不开现代化战术装备的支持。这一战斗的胜利，再次证明了乌克兰军队在面对强大敌人时，凭借灵活的战术和高效的机械化部队，仍然能够取得显著的战果。自美军装备了 V-22 鱼鹰机以来，该机型已经发生多起事故，造成64名军人丧生，93人受伤。近日，一起在新墨西哥州坎农空军基地发生的紧急情况，再次将鱼鹰机的安全性问题置于聚光灯下。11月20号，一架鱼鹰机在飞行中遭遇紧急情况，险些坠毁。所幸机组人员成功迫降，避免了人员伤亡。然而，这一事件再次引发了对外界对鱼鹰机安全的广泛质疑。为了应对潜在的安全威胁，五角大楼已经决定暂停全军鱼鹰机队的飞行任务。这一决定由美军鱼鹰机计划的海军航空司令部司令卡尔奇毕提出。据调查，鱼鹰机的变速箱齿轮和其他关键零件因金属疲劳导致损坏，是多起事故的根源。美国海军陆战队、海军和空军均已遵循这一暂停命令，并展开进一步调查。鱼鹰机以其独特的直升机与固定翼飞机双重飞行能力而著称。这种设计呢，为其提供了极高的灵活性。然而，这种设计也带来了极大的工程挑战。由于双重飞行模式的频繁转换，关键零件承受的机械负荷远高于普通直升机或固定翼飞机，导致零件磨损速度加快。尤其是变速箱齿轮和动力传输系统的金属疲劳问题尤为突出。在新墨西哥州坎农空军基地的事件中，机组人员在一台引擎失效后成功迫降。初步调查显示，损坏的零件同样存在金属疲劳问题。去年11月，日本外海的一起类似事故也因变速齿轮金属疲劳导致齿轮断裂，造成飞行失控并最终损毁，8名空军特种作战人员不幸遇难。此外，驻日美军在10月也曾因起飞时机体突然倾斜并撞击地面，而暂停了当地鱼鹰机队的飞行任务。这些事件表明，鱼鹰机的安全隐患并非孤立个案，而是涉及多个关键零件的系统性问题。鱼鹰机的安全问题引起了美国国会的广泛关注，多名立法者要求美国防长奥斯汀全面暂停该机型的运行，直至所有的设计缺陷和零件疲劳问题得到妥善解决。尽管美国海军陆战队在本月9号结束了短暂的停飞期，但其他军种可能会延长飞行暂停时间，以确保问题得到彻底查明。鱼鹰机事故频发的深层原因在于其双重飞行模式的独特设计。这种设计理念虽然赋予了鱼鹰机卓越的机动性能，但也同时带来了极高的工程复杂性。任何轻微的材料问题或设计瑕疵都可能对飞行安全产生致命影响。为了改进鱼鹰的安全性，专家建议重新审视其核心动力传输系统，采用更高强度、更耐疲劳的新型材料，并优化设计和减少机械负荷。
此外，还应加强对飞行员的操作培训，确保在紧急情况下能够及时采取应对措施。尽管如此，鱼鹰机的结构性缺陷和金属疲劳问题仍然未能完全解决。未来，美军可能会依赖 V280作为鱼鹰机的替换者。V280是由贝尔公司研发的未来垂直起降机型，具备类似于鱼鹰机的双重飞行模式，但在设计上进行了优化。V280采用更简化的动力系统，减少了可能导致故障的复杂性，并使用了更先进的复合材料，增强了飞机的耐久性。V280的飞行性能优越，最高时速可达280节，具有更高的速度和更长的航程。其结构和设计旨在减少金属疲劳和零件磨损，使得它在长时间使用后仍能保持较高的安全性和可靠性。尽管它仍在开发阶段，但它的潜力已被广泛看好，预计能够解决鱼鹰机面临的结构性问题。随着技术的不断优化和测试， V280可能成为未来美军替代鱼鹰机的关键机型。尽管 V280的设计初衷是为了弥补鱼鹰机的缺陷，但是能否完全避免鱼鹰机所面临的安全问题，仍然需要长时间的验证。无论如何， V280的出现为美军提供了一个可靠的替代选择，为解决鱼鹰机的安全隐患提供了希望。对此，你们有什么看法？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本期视频到此结束，我是大兵，我们下期再见。